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另一款电子锁，这是可以用指纹的电子锁，型号是 WhoTools KS02。我们之前介绍过 Schley F1595，那是可以用密码和钥匙的活锁，价钱大概是100出头左右。这款 WhoTools KS02 我买时大概70多，可以使用指纹和密码，但是没有钥匙。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Amazon 找不到了，我看在 eBay 也就45左右。WhoTools 也有用密码和钥匙的锁，大概再便宜一些，不到Schley的一半的价钱。我们今天来安装 WhoTools KS02，然后看看两个有哪些差别。我Schley F1595使用了8、9年了 ，WhoTools KS02 目前差不多1年多。虽然使用时间长度差挺多的，但是我们就使用我的一些经验来总结和说明一些问题和优缺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在我介绍Schley F1595的视频中，我明确说明了我偏爱使用活锁，因为死锁必须要对得很齐，不然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。在本视频的 WhoTools KS02，我们一样有类似的问题，我们之后也会说到。我当然也可以把锁的插孔挖大，不过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做。不过这侧门我想尝试使用指纹锁，因为出入这里通常是拿工具回车库，拿工具的时候按密码比较困难，用指纹比较方便。指纹锁相对贵一些，所以选来选去最后选到了 WhoTools， 最主要是美观和相对便宜一些。我们把它拆开，里面有说明书和门上挖孔的图纸，它有一些保护膜，防止金属被刮坏。一个电子面板，有指纹还有密码的按钮，后面有一条排线，一个锁芯，螺钉还有门框上的金属片，然后是门内侧可以旋转锁的旋钮，背面是电路跟一个金属固定板。然后正面上面是电池，这边需要注意一点，它说明书上明确说了不要使用充电电池，所以我之后使用的是干电池。不过我后来研究发现，建议不使用充电电池的原因是因为充电电池在剩余电量很少的时候，会很快进入无法放电的状态。所以在使用电子锁上的话，在出现警告电量不足的时候，可能就直接没电而打不开了。不过这种指纹锁经常会在外面留一个 USB 接口，让你在没有电时可以把门打开。所以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门使用充电电池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我们现在开始安装，我们先将原来的锁下来，这种死锁就2个螺钉。下来后两侧都可以拿下来，然后将锁芯的2个螺钉下来，就可以将锁芯拿出来了。拿下来之后，我们来看安装的新锁，它附带了一张纸。如果你门上没有洞，就需要用这张纸来画洞，然后把它钻出来。我们原来的锁就有洞，所以不需要。这洞还有分深跟浅，这个锁芯是可以调整的。然后还要注意它的方向性，把它插入后安装上螺钉。我们可以更换新锁自带的门框金属片，有时候不更换不行，因为锁芯的位置差一点就有可能导致门锁不上。不过我通常是最后才做这一步，如果没换也可以用，我通常就直接不换了。然后里侧有一块铁片底座，穿过2个螺钉到锁芯上，然后将外面的面板装上，把排线穿过，然后把2个螺钉固定住。然后我们将内侧的开关拿过来，接上排线，然后用几个小螺钉把它固定在底座上，装上电池。然后在装上最后一颗电池前，先用金属针按住重置钮，它会把锁芯转出来。这锁的设置方法比Schley F1595要复杂，我们要先按 WhoTools 2次，输入预设编程密码12345678，再按下 WhoTools， 然后按1，然后再输入新的编程密码。我这边使用234567889，你可以看到失败了，因为数字太过规律。我这次改用13579，24680。然后我们需要重复认证一次，这样就成功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只把按下 WhoTools 2次后，输入编程密码，然后再按下 WhoTools， 简略为输入编程密码。
输入编程密码后按下4，这样就可以登录指纹。登录后，我就可以用指纹解锁了，很方便。输入编程密码后按6，之后按下2，之后 WhoTools 可以改成静音模式。同样的步骤后按下1，可以取消静音模式。输入编程密码后按下7，之后按下2，WhoTools 可以启动自动锁。同样的步骤后按下1，WhoTools 则可以取消自动锁。输入编程密码后按下2，可以新增解锁密码5317，然后按下 WhoTools， 然后需要重新认证一次。这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密码5317来开锁。还有很多其他功能，我这边就不一一说了。我原本要在视频最后做一份清单的，不过我发现太复杂了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建议直接 Google 去找说明书。我们这边主要说一下它跟 Schley F1595 的优缺点。价钱，我对我使用9年的 Schley 非常满意，但是相对于 WhoTools 的价钱贵2倍以上。我没有找到 Schley 可以用指纹的，不过如果有的话肯定会更贵。死锁跟活锁，我个人偏爱活锁。第一应该是比较省电，死锁要把锁芯推出来肯定更耗电一些。然后如果没有很好的对齐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像我这个 WhoTools KS02， 如果我门关得不够紧，它就需要锁3次才会锁上。这种情况需要把门关紧，或是需要把锁孔弄大一点，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电池。Schley 使用的是9伏电池，就我的经验，9伏电池只需要1颗，而且可以使用比较久，而且比较不会出现漏电的问题。我这个 WhoTools KS02 装了2次，这种便宜的 Rayovac 电池都在1-2个月内出现了漏电的情况。后来换成好一点的 Duracell 电池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，而且就算是用4颗 Duracell 的 AA 电池，持久性也没有1颗 Duracell 的9伏电池好。不过也可能是纯粹只是死锁或者是指纹锁耗电一些。密码。Schley的密码是固定的，而且位数其实不多。如果有人在旁边看你按，可能就会被记住。WhoTools 的指纹当然也没办法用记的，就算是按密码来开门，按完密码后要按下 WhoTools 按钮才会开门。在你按下 WhoTools 之前，只要你按一连串数字里面有你的密码就可以开门，这样可以避免别人记下你的密码。自动锁时间调整。Schley 的锁门时间基本上是马上，你只能用里面的开关来关闭自动锁。不过 WhoTools 你可以自己调整锁门的延时，从10秒到99秒，相对之下更智能一些。现在还有一种像是把手一样的指纹锁，这种通常使用的是 AAA 电池，然后是活锁，一样通常会设计紧急插电口，以免没电时你打不开门。我们下次也会介绍。虽然我对我的 Schley F1595 很满意，但是就价钱和功能方面，我觉得 WhoTools KS02 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想尝试指纹锁，可以试试看。这边最后一题，如果你使用指纹锁，记得把双手至少食指和大拇指的指纹都登录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拿东西时哪只手还有哪根指头是空出来的。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